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为大家首发带来 iPhone 12全系体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iPhone 12全系，刚才没有说全啊，这个机膜的体验啊。其实这个关于 iPhone 12的这个爆料呢，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新闻吧，大家已经看了非常多了，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渲染视频。确实今年啊，感觉这个苹果的保密工作呢做得格外差那么一些。这个老早啊，什么4台型号啊，还有就是这个 ID 设计方面，今年要有改变啊，要采用这个直角边啊，老早都已经爆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万能的大深圳，然后把它的这个模型又给做出来了。今天这期呢，咱们也不叫纸上谈兵，也不叫云体验，因为咱们都有实物了，是吧？这真正的拿在手里了。根据这些机模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 iPhone 12的一些了解，还有就是目前的一些消息，咱们做一个简单的前瞻。这台机器呢是这个 iPhone 12 Pro。对，是它的这个中间型号。我们先把这个型号给大家区分一下啊。这次呢，我们是准备了5台啊。今年呢，应该是发布4个型号。这个大号的呢，我们准备了2个，黑白各一个。第一个型号呢，首先就是最小的这一个，它是 iPhone 12，这也就是 iPhone 11我们手里的这一台的标准的不应该说标准的换代版本，应该是它的这个小号的换代版本。因为这次的 iPhone 12呢，它应该是分为了2个型号，一个就是这个小号的这个叫 iPhone 12，它没有任何后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Max 的这个版本，同样是2颗摄像头，这2个都是黑色的。这个 Max 是和当前发售的 iPhone 11是属于同一级别换代。最小号的这个 iPhone 12呢是5.4寸，这个你可能没感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比如说 iPhone 的新 SE， 把它放在一起，对，比新的 SE 还要再小一圈啊。不过这台机器呢，它是一个全面屏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呢，整个机器呢屏占比呢应该是非常高的。就这台机模来看呢，这个机器是非常的薄的这一系列的机器都非常薄。我不知道是这个参数的问题，还是它就是很薄。这个7.4毫米全系都是，而且整个机器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直角边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说整个机器是非常精致的，它也可以立在桌子上。我们拿到的这一套呢，据说是目前最接近真正参数的了，我估计大概有个85%的参考性了，应该差不太多啊。这台最小的 iPhone 12呢，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因为现在小屏党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机型了。这个 iPhone 这边呢，你说吧，这种多年前的 ID 设计，这个新的 iPhone SE 给你换了个处理器是吧？你还得强行用着它这个呢，又小又轻，而且这个摄像头方面的应该也是一个主摄加上一个广角的这么一个配置。后背的这个 ID 设计上呢，和 iPhone 11没有任何区别。下面的一个就是 iPhone 12的 Max 就是它的一个大号的版本，它应该就是直接的 iPhone 11的这个迭代产品了。这2台机器呢，尺寸方面放在一起它要比这个现在在售的 iPhone 11呢要更加的小那么一点点。这次为什么整个机器看起来都小了？因为它都采用了一个直角边的设计，这也是苹果在今年最大的一个设计改变，就全部向 iPad Pro 的那个风格去了。这台呢它也是双摄的这么一个设计，反正就是这个机模来看这个边框呢是有缩小。这个参数方面呢，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就不给大家念参数了。底部呢也都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机模上呢它没有采用 Type-C 的接口，还是 Lightning 的接口。这台机器呢其实跟这个现在的 iPhone 11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正面的这个 ID 设计上呢，应该会在边框上减小一些。之前这个 iPhone 11呢，边框呢是宽一些，但是没有特别宽。它主要让人感觉非常宽的就是这个金属中框有一个向外延的一个弧度，所以说在正面的视觉上有感觉特别宽。但是这一次的这个 iPhone 12的这个 Max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改善当然是我猜的而且我大胆预测一下，今年的这个12 Max 依然是 iPhone 之中全系最畅销的一个。OK， 下一个就到了 Pro 了，这个是 iPhone 12的 Pro 机型，而且这个是白色的版本。我觉得这一套这个机模上来说呢，这个白色要比这个黑色更加显品质一些，因为确实不容易这个凸显指纹，更加精致。这台呢，它是一个这个不锈钢的这么一个中框的设计，但是你看。这个黑色的它就是一个磨砂的一个中框，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应该是苹果今年呢要用这个不锈钢，还有就是磨砂作为一个档位的区分，就是
高端的这几个产品，包括黑色的这个大号的，它都是这种虽然也是黑色，但是它还是这种高亮的这种处理。我觉得是亮面的，就是代表了级别更高一些，然后这个磨砂的这个代表了级别更低一些，应该是会做这样一个区分。但是我感觉磨砂我更加喜欢一些。这个，如果要是金属的做成高亮的话，那种不锈钢的这种感觉，或者说那种塑料感，咱们说的难听一点，会更加明显一些。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后背呢，它是做了一个黑色的一个支架啊，这个就是跟屏幕一样，它有一个塑料框架支住你这个屏幕。它这个后背呢也是做了一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个量产机最后是怎么样的，但是它这个机模上这样显示的，这样呢就有点那种熊猫机的感觉，配合这个 logo， 还有就是3颗黑色的摄像头，就是一个白色的底，然后加了一个黑色的框，我觉得这种配色还是挺好看的啊。正面的应该也都是全屏的设计，全系呢都是 Face ID 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今年应该会全部都统一。然后这台机器厚度方面也是7.4毫米，而且边框上呢今年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减窄一些，整个的这个质感方面呢，白色版确实在现在看来要更加的好看一些啊，也有人说今年苹果会推出这个海军蓝色，就是作为新 iPhone 的一个新的配色，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这个颜色的，之前是带了一波这个绿色的风潮嘛。好，下一个就来到了主角了，算是啊，这个最大号的，这2台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 iPhone 12 Pro Max 啊，这是一个黑色和一个白色，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你喜欢黑色还是白色呢？这次呢，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啊，就是它这个机模上显示呢，非常不锈钢，非常带光泽感。它的这个镜头的边缘也是高亮的这个不锈钢的一个处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去年的 iPhone 11 Pro Max， 它的这个镜头呢就是一个比较平的，没有什么光泽感的这个一个圆圈处理啊。我觉得今年呢，如果要是它做进一步区分的话，就比如说12 Pro 系列的这2台机器，这个镜头的圈也是会采用这种高亮的，然后后面的这2台12小号的就不采用高亮的，这跟中框一样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区分。这台机器呢，其实还是跟这个之前的 Max 呢都是一样的，包括 logo 的位置，然后整体上呢也要更薄一些，还有就是 ID 上呢也做了这种直角边的处理，全系呢都是直角边的这个处理。整个的这个机器呢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更加的硌手，即便是机模非常轻，没有什么实际重量，但是我在把玩的过程中还是感觉非常烫手。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摄像头方面，因为之前呢有很多爆料会说，今年的这个 iPhone 的12 Pro Max 上会加入之前 iPad Pro 上加入的那颗雷达镜头，可以实现更多的 AR 领域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功能。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年加入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 iPad Pro 呢，苹果一直给它的是那种代替笔记本，然后这种生产力工具的这么一个定位。但是 iPhone 呢，它更多的是日常的一些应用，这种专业的场景呢，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少。如果加上它的话，比如说综合一下耗电的考量啊，各方面的成本上的考量，我觉得加上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再加上的话，那就是4颗，这个之前网上也有过这个爆料图啊，我觉得应该还是3颗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 iPhone 的这个3颗呢，确实它调教的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在主摄上呢，其实今年呢，我期待比较多的就是在夜景方面的表现，因为确实 iPhone 在夜景的拍摄，还有就是夜景的这个录像上，这个品质确实照安卓这边差距已经非常大了。其他方面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设计。另外还有一些爆料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比如说 iPhone 呢今年会全系都取消这个配件啊，这个新闻，这个传闻呢其实也无所谓了。如果你要是吧都不给这些配件，加一起原厂的也几百块钱的，你把这个价格给降下来也可以。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啊，如果要是这4台机器的话，你买哪个？OK 啊，既然咱们都到这儿了是吧？咱们再预测一下价格吧。我估计呢，这个最小号的这个12啊，应该是在5000元甚至不到这个价位段，比如说4998，或者说5000元将出头这个档位段。然后呢，这个 Max 呢，应该会多个700-800块钱，大概是6000元不到最低配的版本啊，这个或者说6000元档位段。然后呢，这一台 Pro 应该会在，我觉得应该加多一下，再加1500吧，应该是在7998或者说8000元出头这个档位段。这台最大的 Max 上呢，我估计肯定也得是10000元的这个区间了啊，这个肯定是变不了的。我觉得今年如果要把配件都去掉的话，应该会再降一点啊，应该会再降一点。
OK 还有一个预测呢，就是这个高刷了。最近来说，越靠近发布会，这个具体的消息呢，就是没有高刷。这个苹果呢，今年应该还是会60赫兹，谁也拿不准呢，没准是吧？高刷给你区分一下，这个 Pro 的这2台带高刷，这2台不带高刷，然后价格更低一些，都可以啊。OK， 简单总结一下啊，这个之前呢有很多小伙伴问我们啊，就是苹果呢就是扩展了一下它的这个战斗序列啊，之前呢是3台机，现在变成了4台机啊，其实也能感觉到，就是苹果想要用更多的机型来覆盖更大的这个市场，因为面对安卓这边铺天盖地的这个机型型号，苹果的压力呢其实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啊，不管怎么说，这个它的产品力呢依然是目前这个整个机圈来说，性能和综合调教呢最优的这个产品，从这个 iPhone 11的这个热销上呢，你就能看出来。你想 iPhone 11，是吧？这个大边框，然后整个的 ID 设计方面呢，其实也是比较复古的吧，咱们可以说。然后拍照素质呢也比较一般，而且它还是一个4G 手机，但是它今年依旧能在618登顶，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它如果要是再出一个再小号的版本，那么它就可以正好把新的 iPhone SE 2这群用户再给拿下，因为它的价格呢应该也是最低的，而且在屏幕方面呢，我觉得这2台呢小号的应该也会延续这个 iPhone 11那个 720P 加的这个屏幕，不过这个素质上呢还是有一些保证的。这个就是 iPhone 12全系啊，简单的跟大家来聊聊，说的挺多的啊，因为也聊到了一些这个爆料的信息。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我们的数据库、商城全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查看。不得不说啊，在我们更新了一版我们的这个20款应用2轮打开时间之后，这个 iPhone 没有升级到 iOS 14、13的情况下，就以98秒再次登顶了。软件调优能力确实太强了。好了，不惯着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